不好意思，我看看谁啊？不好意思啊。那什么，我回个电话啊。哎，我是宋建国，哪位找我？我，吴婷婷。哦，楼花啊。油腔滑调。你看你找我找的真不是时候，哥们儿正拍婚纱照呢。怪不得这2天见不到你人影呢，忙着结婚呢。你的新娘子不会就是你那位表妹吧？哎呀，吴总的眼睛真够毒的。行，那你先忙吧。别，我这一会儿就完事儿了。下午1点，蓝湾咖啡厅见。好，下午见。吓我一跳！没做亏心事儿，你怕什么？我就是想知道谁有这么大魅力，让你把新娘撂在一边，跑出来回电话。还能有谁呀？吴婷婷，他约我下午喝咖啡。不管谁约你，咱得把这照给拍完。那必须的。坐着。哎，啊？你真想上他的船呀？谁想上他的床？别臭不要脸了！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我可告诉你，他要干的事儿是会被别人戳着脊梁骨骂祖宗的。你可想好了，上船容易下船难。就算被人戳着脊梁骨骂祖宗的，这事儿总得有人干吧？再说了，人事先说得很清楚，这本来就是刨祖坟的事儿，你愿意干就干，不愿意干就拉倒。这骨头要真那么好啃，他会给你吗？你别忘了，当初你落难的时候他在哪儿？我宋建国就喜欢硬骨头，把这骨头啃完，吃肉的就是咱了。别到时候肉没吃上，反而惹了一身骚。哎呀，对不住啊，来晚了。都怪那摄影师手脚太慢，测个光都得半天，一看就是一业务不详的新手。守时是一个人起码的美德。对，香港人很守时的。哦，这要是在香港，我肯定不等。有些人啊，还是值得等一等的。服务员，把你们家最好的茶给我来一杯。不用了，我是来谈事儿的，不是来品茶的。别呀，事儿得谈，这茶也得品呢，是不是？什么时候结婚？怎么，想给我当伴娘？我就是想替你评估一下，看你还有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跟进我的项目。哎呀，吴总，你这事儿吧，我想来想去，还真不敢给你夸这海口。要不你找别人吧，我干不了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说实话，我对东方厂呢也是有感情的，真下不去手。再有，我爸呢是东方厂的厂主，我让人戳脊梁骨和妈没关系，我不能把我爸拖下水，你说是吧？好像你爸现在已经不是厂长了。可他以前是。
宋建国，你可以给我10个不做的理由，可你偏偏给了我一个最烂的理由。当年那个拉着我从2楼跳下去的宋建国哪儿去了？那个天不怕地不怕跟我玩起地下招标的宋建国哪儿去了？你以为你现在拿出宁州市最好的菜、最好的茶来款待我，就可以赢得我的尊重？你错了，你这样只能让我看清楚你的格局。母鸡的最高理想不过就是为了一把糠。是，您现在混得不错，公司上正轨了，1年几10万挣着，车也买了，虽说不是什么好车，反正是马马虎虎开着。老婆也找了，据听说还是宁州市的第1大蜜。估计您过不了多久就该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吧？还有什么？这就是你宋建国想要的人生？宁州的天有多大，你宋建国的心就有多大，你就是只井底蛙。可是我吴婷婷不一样，我注定是要做一番大事情的。我之所以来找你，是因为我看得起你，把你当朋友。你不做没关系，丝毫影响不了我的项目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一旦失去这个机会，你充其量就是个2道贩子。像你们这种小作坊公司，大风大浪一来，死倒一大片。可是房地产公司不一样，进进出出上千万、上亿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舞台？我想你连想象都想象不到。你先喝口咖啡润润嗓子吧。谢谢吴总给我上了这么深刻的一课，我受益匪浅。我上课是要收费的，你还没资格听。我再坐会儿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问你话呢。我偷听呢。怎么着啊？不是打算摩拳擦掌的跟他大干一场吗？怎么又临阵退缩了？在商场上，你要想卖个好价钱，就得在你的商品上贴上俩字儿：不卖。还真想把自己当商品给卖了。小爷我卖艺不卖身，放心吧，他迟早得回来找我。这么有自信？东方厂的拆迁项目，我宋建国不干，全宁州没有第2个人敢碰。你还真以为离开了你，这地球就不转了？不信咱就走着瞧。真是山外有山，楼外有楼啊！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他吴婷婷还真是个办大事儿的人。南京曲老板那批货已经发出去好几天了，现在没回信。有空的时候你打电话问问。哎，你知道吴婷婷把她的办事处设在哪儿了吗？电话包的钱我付过了，好话说尽，人家就便宜2000块钱。设在了宁州大饭店的顶层，他一下包了半层楼，那气派！那气派就把您给镇住了，轻点出息。人这一辈子呀，就那么关键的几步，看你怎么走。啊，当挑战来临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选择守着这1亩3分地不动窝，
也可以选择正面接受挑战，结果肯定不一样。说到底，格局决定结局。吴婷婷说的吧？我人一过去，立马就是一副总，主要负责东方机械厂的拆迁项目。动心了？哪去啊？我还没吃晚饭呢，南门吃烤串去。等等我。你约我出来，我还是挺意外的。咱们谈什么呢？谈生意，还是谈宋建国？你说呢？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：男人的斗志是女人激发出来的。什么样的女人，成就什么样的男人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。冒犯了也没关系，我就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小女人，我不在乎我的男人有没有斗志，只要他爱我就行。宋建国很爱我，我们很幸福。真是让人羡慕啊！可是什么叫幸福？猫的幸福就是能吃上一条鱼，可是猫却不会游泳。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矛盾啊？其实有的人也是这样的，一直在追求着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以为那就叫幸福。宋建国是鱼，可我不是猫，我是水。鱼是离不开水的，离开了水，鱼就会死。咱们这么聊天真是有意思，应该让宋建国来听听。他不用听，他就是这么想的。那这么说，宋建国不来我这儿当副总，是因为你？我的男人是不会给别的女人打工的。既然是这样，你约我出来聊天，那就纯粹是浪费时间。可是，你们可以合作。合作？你的意思是让宋建国来我们公司当一把手吗？那你可以去问问他呀，有多大的脑袋，能不能顶得起那么大的帽子？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。你太放肆了！你现在要搞清楚，是我在给宋建国机会。我让宋建国给我当副手，那是我瞧得起他。可离了宋建国，恐怕东方厂你连一块砖都拆不走。喂，宋建国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要是没胆量接这活儿，你直接说话。你找个女人出面替你谈，算怎么回事啊？什么叫你宋建国从来没给人家当过副手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东方厂没开除你之前，你也就是个小小的供销科副科长。你狂啊！没想到你的女人比你更狂。哎，这一点你俩倒是挺般配的嘛。唐小雪找你去了。行了吧，宋建国，你少在这儿给我唱双簧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跟吴婷婷的事儿，你能不能不管？谁呀？谁和吴婷婷呀？我怎么听着那么酸呢？行了啊，别阴阳怪气的。你是我男人，你的事儿我必须得管。看看你那小肚鸡肠的样儿，
再好的鸡蛋也架不住苍蝇叮，叮久了就变成一臭鸡蛋了。你是铁了心的要把这事儿给搅黄了是吧？没有啊，我跟他说了，你们可以合作，但你不能给他当副手，答应就干，不答应拉倒。唐小雪，我就是去了趟南京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把公司卖了，连这房子都转租出去了，我什么都没留下，就剩下这块牌子。你不是要跟吴婷婷大干一场吗？干！你去成立一家房地产公司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国雪地产。这样你跟吴婷婷就不是雇佣关系了，你们平起平坐。我说过，我的男人不给别人当副手，要当就当老板。卖公司的钱一分不少，全在这里面，286万4千。我了解过，房地产公司是有门槛的，注册资金起码300万。宋建国，恭喜你，你现在已经是国雪地产的老板了。去跟吴婷婷谈吧，把东方厂的拆迁项目给承包下来。这个女人能翻天呐！